好大的鬼头刀，都快有我高了。据朋友提供的小道消息，在墨西哥的海域，每年的7、8月份就会有一大群巨型鬼头刀从深海冲到水面来觅食，鱼身金光闪闪，带着绿，脑袋长得像把大斧头，最大的个体能长到2米长。收到这消息后，我哪还能等？毕竟环球解锁巨物可是我最热爱的事，所以我赶忙买好了机票，又坐上了飞机。接着经过好几次的转机后，这才总算从巴哈马到达了目的地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已经到了墨西哥的一个海滨城市，叫做拉巴斯。然后今天的计划是去一个无人岛找鬼头刀，因为昨晚我就咨询了一个当地的船长，他说无人岛的附近有很多小鱼群，因此吸引了各种深海巨物前来觅食，其中包括鬼头刀。还有就是这次我们还多了一位粉丝朋友的加入 ，Miki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ki， 很高兴这次能有机会和 OK 哥一起上岛，希望我们能找到巨型鬼头刀。干就完了，走。这个呢就是送我们上岛的船了，看着还挺大的。价格是8000比索，应该是人民币3、4千左右吧，就是送过去，然后再接我们回来，到时候。对。好，上来。我也要上了。出发！这次我们要去的无人岛位于加利福尼亚湾的这里，岛的名字叫做塞拉尔沃岛，岛的面积非常大，从我们住的地方开船过去只要30分钟左右。不过就在开到一半的途中，居然被我们看到好大一群的海豚，太幸运了！哇，全部给我跳起来！哇，好多，太壮观了！这里 ，Miki， 你看到这么多海豚过没有？没有，我是第一次见，我好激动！哇，真的很多，真的。我太激动了。接着我立马换上潜水装备，直奔海里。毕竟能和海豚同游可不是常有的事。但这里的海豚非常胆小，下海后我只看到零零散散的2、3只，太可惜了。追到海豚没有？那赶快上来，船长看到领航鲸了。领航鲸啊？对，快上来。领航鲸啊？是的。OK。太幸运了，还能看到领航鲸。下。朋友们，人生总是充满意外的惊喜。以前我在其他国家下水看领航鲸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，但在这里的领航鲸就完全不怕人，而且还会主动游到我的面前，简直是太神奇了！哇，好震撼啊！我的天哪！前面我以为就比海豚大一些，没想到大太多了。我第一次在水里看领航鲸哈。OK， 太牛了。太牛了，朋友们！这种场景我真的没办法用那个语言来形容。OK， 上船，然后我们上岛，太牛了！看完领航鲸后啊，我们又继续出发去无人岛，但由于这岛太大了，后面船开了好久，才总算找到一个适合露营的沙滩。到了！现在我们选的地方是这里，因为这边很多礁石，估计鬼头刀会从那边游到这边来觅食。哎呀 ，Miki 东西没拉下吧？没有。好，那我把那个也拿了。船长多给我们一个保温桶。好多冰。OK， 拜拜。船长走了。这里的地形太神奇了，朋友们，到处都是这种仙人掌树，而且有个3米高，咋能长这么高啊？还好这里的岩石特别多，不用搭庇护所，不然我找树枝都找不到。Miki 啊，采访一下你的此刻的心情。我非常激动，也非常热。非常热啊！非常热。上岛的第一件事情，先搭帐篷。好 ，OK， 我们开始吧。然后这边有很多这个废旧的鱼笼，估计是哪个船长丢着的。
这里再介绍一下 Miki， 她可是一位东北女孩，非常喜欢户外，但从没在野外露营过，所以这次她能坚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啊。帐篷已经搭好了，现在我跟 Miki 去捡点柴火来。走，这里，啊，这里就有好多柴火了。这里有2根大的，拿去。平常这个事情都是我做的，今天还有 Miki 再来帮我，真的太好了。木柴我们都已经捡好了 ，Miki， 我们2个现在来把灶台给搭了，给。哎，谢谢。他们在搭灶台啊，我也没闲着，在绑这个鱼线，因为明天早上钓鬼头刀要用，也挺忙的。朋友们，今天在来的路上，我们又看海豚又追李南京的，不知不觉就耽搁了不少时间。所以这里上岛安排好一切后，这天色也渐渐变暗了。哈哈，朋友们，天终于黑了。现在我准备去海里转一圈，但不是为了鬼头刀，因为网上想看到鬼头刀的概率其实并不大。我单纯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无人岛的资源怎么样。OK， 然后这 Miki 刚学会潜水，就不让他下了，安全第一。那你等一下得帮我打2条鱼回来，我要做东北 barbecue。小菜一碟。没想到这里的海水挺舒服的。放脚蹼，开始。接着下海没多久，我就发现眼前这大目标，结果游近一看，居然只是一只胖乎乎的大刺豚，这家伙处理起来太费劲了。算了，还是放它一条生路。就在大刺豚的不远处啊，我又找到一条大鲷鱼，但这的小鱼仔太多了，直接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后面打这鲷鱼全凭感觉。打了一条鲷鱼，2斤左右。然后在海里好多这个小鱼，看都看不清楚。今晚的第一个收获，鲷鱼，好浅的地方打的，收了。这里我来演示一下，只要几秒时间，我的眼前就会被小鱼风暴所覆盖，还是有点小吓人。好多小鱼，朋友们，太多了，只要你稍微停个几秒，全部游到你的面前。哎呦，好痒。OK， 我们游开它们。后面经过多次下潜，我终于找到对付小鱼风暴的办法，就是不要在同一个位置停留超过1分钟，这样小鱼仔就聚不起来。所以现在啊，我想打的这条烟管鱼也得速战速决才行。鸭嘴鱼打一条，还会说话，在海里。网上看到了好多，挑一条大的去，估计 Miki 会喜欢。OK。今晚潜水的地形非常不好，没有什么礁石洞，因此没看到什么龙虾和螃蟹。看来看去，最多的就是刺豚和海鳗。不过，当我还在嫌弃这里的资源时，突然有条颜色非常特别的鱼吸引了我。前面一度以为是某种石斑鱼，但回去查了资料后得知，这鱼的名字叫做巨型鹰鱼，也可以叫它象形文字鹰鱼。哎，这什么鱼啊？是这种颜色的，我还第一次见，又被我解锁了新鱼种，开心，也有个6、7斤哈，收了。放好这条鹰鱼后啊，我又满怀信心的找了好久，但事与愿违，后面看到的除了莺歌鱼就还是莺歌鱼，所以实在也是没别的选择，只能挑一只最大的给收了。
哇，莺歌鱼又收获一条，好大的！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要回去了，因为后面看来看去都是莺歌鱼，不打了，打一条就好了。OK， 走。哇，到了！今天全部都是鱼，满满的一网兜啊。OK， 又到了看收获的时候。今晚一共让我收获了5条鱼，2条大钓鱼，这个不知道什么鱼，莺歌鱼，还有一条鸭嘴鱼。收获呢只算马马虎虎。Miki，这鱼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肯定知道啊，这是老演员了，莺歌鱼啊。那就不介绍了这鱼。OK，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鱼啊？身上的纹路是这样的，知道的话帮我科普一下。我也是第一次打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。今晚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看到一只龙虾和螃蟹，害 Miki 都没有龙虾吃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有鱼啊，有鱼也行。OK， 那我们就吃鱼。就刚刚你说这条鱼拿来当夜虾啊？是的。OK， 这条鱼继续进冰桶。哇，现在 Miki 开始烤鱼喽，这种炭火烤的应该还是很香的哦。老远都闻到香味了，烤好了吗？好了呀，已经烤了很久了。那就装进来。OK， 出锅。最后撒上调料。这是你东北带来的调料吗？对，难怪这么香。我来吃它的皮，这皮烤得好香，很嫩。再配上你那个酱，挺好吃的。还是你会做？Miki， 你有吃夜宵的习惯吗？没有。那今天怎么想的要吃夜宵？因为这个鱼太鲜了。会吃。真的太好吃了。哈哈，吃饱喝足了，朋友们，那我就先睡了，晚安，明天见。Miki 还在睡觉哦，那就不打扰他了。早上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开始钓鬼头刀，然后还是老规矩哈，用无人机钓。船长说这巨型鬼头刀啊，爱吃这个大螃蟹，所以我刚刚去捉了一只来做诱饵。走走走，140米了，扔个200米，到达地点，开始投送。哇，精准投送！哎呀，希望早点中鬼头刀。钓鱼是个很漫长的等待，所以我想着先把早餐给他做了，边吃边等。Miki 已经醒了，现在他在切这个配菜 ，OK 哥在那边杀鱼哦。大家早上都很忙啊。这早餐的做法也非常简单，首先把切好的配菜铺在锡纸盒里，再把清理好的银鱼也放上去，接着抹上油和烧烤料，最后用锡纸裹起来，放进炭火上等个20分钟就能开吃。已经烤了20分钟，应该是熟了。出锅。闻到香味没有？好香。鱼肉是那种蒜瓣肉，肉质很 Q 弹。也很 Q 弹。我个人觉得这鱼最好吃的就是这鱼皮。好吃，这皮超好吃，多吃点这个皮。吃这一面的皮，哎呦，好多皮，好吃的鱼皮。可惜的是这鬼头刀还没上，鱼竿还在这。气死我了！现在我准备用这个矿泉水瓶来做一个诱饵，因为等等下海打鬼头刀啊需要用到，给它捏紧。哈哈，做了2个，绑在绳子上就行了。OK， 鬼头刀的 B 计划正式上线，走！下。鱼线在这。我们沿着这线啊，去看一下螃蟹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吃？这里我沿着鱼线一直往前游，但就在去的途中，居然发现沙地上都是花园鳗，密密麻麻的一大片。沙地上好多花园鳗啊，带你们看一下。
这种花园鳗啊，胆子非常小，只要我动作稍微大一点，就立刻缩进沙地里。然后它们是以浮游生物为食的，所以完全没有危险可言。看完花园鳗后啊，我又沿着鱼线继续往前游，但估计是涨潮的原因，我的螃蟹饵居然都快飘到了岸边。怎么就剩一个壳了？难怪鬼头刀不吃，这估计被什么小鱼给吃了。收线收线。OK 哥叫我来把这个鱼线来收一下。哦，看到了看到了，被吃的就剩一个螃蟹壳了，难怪没有鬼头刀呢。这螃蟹饵收回去后啊，本来是要继续开展 B 计划的，但我游了一大圈，发现附近的水深都不超过10米，深度不够，所以这矿泉水瓶做的锡纸饵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这里好多这种珍珠贝啊，那就带点去吧。岩石上都是，转了一圈都是小鱼，好多。但肯定没看到鬼头刀哈，所以多弄点这个珍珠贝去。主要这里的水不够深，我那个锡纸诱饵也用不了。我锡纸诱饵最好用的地方是20米到30米，估计等一下让船长带去吧。OK。这里趁着船长还没到之前啊，我想着还是多弄点珍珠贝回去，毕竟这是非常难得的美味。Miki 肯定也喜欢，但你们还别说，这里的珍珠贝是真多啊，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好几个，只是拔它需要点力气。又收获3个大的，这里是我见过珍珠贝最多的地方，礁石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啊！收了收了，说不定这个珍珠贝里有珍珠，那就开心了。OK。你敢相信吗，朋友们？这个船长提早了2、3个小时来接我们，真的让我有点惊讶。好吧，既然船长已经来了，那我也就不在此处浪费时间，直接换个更深的水域。然后这里解释一下，船长只说西班牙语，加上无人岛附近又没网络，导致我们的沟通全靠手势。但好在能准时来接我们。等，朋友们，我们终于到了新的前点，然后这次应该叫做鬼头刀的西计划。对，西计划，那就开杠。OK， 瓶子给它放下去，下。朋友们，现在来的这个位置明显好多了，水深估计在5米到23米之间。然后这鬼头刀特别喜欢追亮闪闪的东西，所以我才特意做了这个锡纸诱饵。饵线总长13米，最底部绑的是石头，最上部绑了浮板，中间分别绑了2个锡纸诱饵。但想象是很美好，现实却很古板，因为后面都等了半小时，这鬼头刀还没看到，反倒是吸引来几只大海狼。好吧，那我只能鬼头刀不够，大海狼来凑，收了。哇，好久没打海狼了，朋友们，这拉力还是杠杠的，弄了好一会儿才把海狼给拉到水面。哇，打到一条大海狼，鬼头刀没看到，先看到一条大海狼，好大一只。OK， 收了。海狼放好后，我又继续在锡纸诱饵附近等待，但后面的好长一段时间里，只看到一只鲨鱼过来逛了一圈。哎，我的咳嗽了啊，就是没等到这个鬼头刀，还是先回去吧，因为今天下海下太久，身上的有点冷了啊，回去再研究这个 D 计划。ABCD 计划。哇，我的天哪，朋友们，
今天我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！居然在游回船的途中，还能看到一大群的蝠鲼，足足有个几十上百只，这场面实在是太震撼了。太幸运了，朋友们，居然看到一大群的蝠鲼，估计有上百只哈。我们继续，游得好快，我的天哪！是的，后面这蝠鲼游得好快，没过一会儿就从我眼前消失了。然后今天这鬼头刀虽然没打到，但好在也看到这么一大群蝠鲼，也算是抹平了我失落的心情。不过我这人性格很倔，这鬼头刀没打到肯定是不罢休，所以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到了码头，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这次我们一共收获了16个珍珠贝，还有一条大海蓝。主要这珍珠贝都好大，一个都有1斤左右，跟我的脸比一下，是不是很大？希望里面能开出珍珠，那我就发财了。最后来看一下这大海蓝，妥妥的10多斤，我的手拿了都有点酸了。收获看完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我要去找船长谈一下鬼头刀的第一计划。OK。哈哈，这里的隔天一早，我们又再次出发。今天去的地方不在无人岛附近，而是一个更远的海域，船费都得翻倍的那种。当然也没其他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现在船长又开始捕沙丁鱼了，因为他说这沙丁鱼呢，去作为这个鬼头刀的诱饵是非常好的，所以我们多抓点去。哇！是的，朋友们，这种活沙丁鱼拿去吸引鬼头刀啊，是再好不过了。但想要捉这沙丁鱼也绝非易事，因为船长都撒了好几网，也才捉这么一些。倒进去，这里还有好多这个刺豚啊！我的天哪，好多！除了刺豚，还有很多这个褐鹈鹕，哇，也是好大的，太好玩了！这里，吃，来吃。哎呀，好吃！喂刺豚，哇，这个褐鹈鹕来抢沙丁鱼吃。刚刚船长误捕了一只小刺豚，被 Miki 捉来玩了，好可爱，像一只小青蛙。你还是放了它，不然它死了。好。哦，摸，哇，这一网好多啊！哇，都是沙丁鱼。OK。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沙丁鱼了，可以去打鬼头刀了。拜拜。今天要去的地方在这里，是在海中间。船长说那的水深至少在500米，主要很远。后面我们都开了40分钟才总算到达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希望给我打到一只大的鬼头刀。OK。OK 哥已经下水了，现在船长在撒沙丁鱼。呜呼！哇，朋友们，使用沙丁鱼的效果就是好。我这下水都还没10分钟，就看到几只很大的鬼头刀过来觅食，但由于射程不够，所以也就没敢开枪。好在今天我们的沙丁鱼管够，这鬼头刀啊就一直在附近转悠。接着才一眨眼的功夫，突然有条很大的鬼头刀进入了我的射程，所以还等什么？干就完了！跑了，没事，跑了就跑了。毕竟这里的鬼头刀很多。你看，我这还没一会儿，又看到几条大的朝我游来，这距离肯定没问题。收了。打到！这鬼头刀打是打到了，但它的拉力实在是太大了，直接把我的鱼枪给拉到水下。Miki 小的鱼枪给我。
这里我怕鬼头刀给挣脱跑了，所以才赶忙拉上备用的鱼枪，准备再补他个一枪。哈哈，现在他想跑是完全不可能了。但该说不说啊，这鬼头刀是真大，我第一次打到这么大的 size， 那种拉力是我好久都没有感受到的，真是太开心了。终于打到了，朋友们，好大一条鬼头刀，拎都拎不起来哦！哇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这个头比我的头还大，大多了，比你头。这个应该有30斤吧？对，最少你过去我2个。好，你推后点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吧？好。1、2。哎呀！一个3。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鱼。哇，比我脚蹼还大，你看。是。朋友们，来看一下这鬼头刀有多大。我2只手都不是酸了，是一直在抖。现在竖起来让你们看一下，好大的鬼头刀，都快有我高了。我2只手还得拖着，不然完全举不起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回去做吃的，非常完美 ，Miki。Let's go。等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到了民宿，现在开始杀这个鬼头刀。先把鬼头刀的头给取下来。光鱼头都这么大了，朋友们，杀了我好半天。今天这鬼头刀啊，分了好几种做法。第一种是 Miki 做的烤鱼头，首先把切好的配菜铺在盘底，再把鱼头放上去，抹上各种调料后，直接放进烤箱，烤它个30分钟。第二种也是 Miki 做的，叫做秘鲁腌鱼，做法比较复杂些，因为需要先把鱼肉切成块，然后再切各种配菜，最主要的是柠檬汁，估计都用了快10个柠檬，全部都准备好后，直接倒入切好的鱼块里，搅拌开后冷藏半个小时就能开吃。然后 Miki 还没有吃过鬼头刀的生鱼片，所以第3种做法就是刺身，这个就不用考虑了，肯定就是我的强项。除了切刺身啊，我还把昨天做的珍珠贝也一起烤了，可惜的是珍珠贝里没有珍珠啊。Miki， 感觉这一场怎么样？全鱼宴太丰盛了。现在我最想吃的就是 Miki 做的这道菜，叫什么？Ceviche。Ceviche。对，是秘鲁的国菜。秘鲁的国菜。对。看一下什么味道？你们看这鱼肉都跟煮熟一样的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是用柠檬腌的。柠檬腌的才这样。好吃这个。如果不爱吃刺身的朋友们哈，可以这样做，会比刺身更好吃。因为呢，它会有柠檬的酸，加上这鱼肉的鲜，然后拌在一起，相当于鱼生嘛，好吃这个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啊！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找到珍珠。你做的就我多吃点，我做的就你多吃点。没问题。OK 吧 ？Miki，你要不要吃一下你自己做的鱼头？我要呀。来 ，OK。估计这鬼头刀太大了，然后呢，它的鱼肉有点涩，没那么好吃。今天的最新吃法就是黄瓜配刺身。这样子吃还能吃出黄瓜的清香。那我也试一个。试一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吃饱喝足了，现在要来采访一下 Miki， 下次还敢不敢跟我们上岛？不敢了，我都晒伤了，你看我晒得这么黑。OK， 确实不容易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、关注加评论，拜拜。拜。